中国人好面子现象的内在实质是什么？为什么中国电影、电视剧等等给人的感觉是假假的？为什么生活中的中国人大多数给人的感觉很虚伪？今天我们继续读《中国人的性格》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保全面子这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保全面子，乍一看来，把全人类所共有的脸面当作中国人的特性，可能太不合理了。但是，中国人所讲的脸面，不仅仅是指头的前面部分，它是具有多种复杂含义的名词，其意思比我们所能描述的或者所能理解的还要多得多。为了理解脸面的意思，哪怕是做不完整的理解，我们也必须指出，中国人具有非常强的爱演戏的本能。戏剧几乎可以说是唯一通行全国的娱乐活动。中国人对戏剧演出的热情，犹如英国人爱好体育，西班牙人爱好斗牛。只要略加鼓动，任何中国人都会有模有样地扮演起某出戏中的某个角色。他会摆出演戏的姿势，鞠躬行礼，下跪叩拜。对于西方人来说，这种情形似乎多余，或是十分可笑。中国人用戏剧化的语言进行思维，当要为自己辩解时，他面对两三个人的讲话，就像是面对众人。他大声地说道：“我是当着你们的面说的，你还有你们都在场。”如果他心情愉快，他会说自己是光荣地离开舞台；如果心情不好，他会说自己没有脸面退出舞台。所有这些，如果明白了，就会发现与实际毫不相干。这根本不是事实的问题，而是形式的问题。一场戏中，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说了一句漂亮话，这场戏就会赢得喝彩。我们并非要进入幕后，因为那将会糟蹋世界上的所有好戏。在一切复杂的生活关系中，完全依据戏剧化的样式而行动，那就会有面子。在他们表演时，不理他们，小看他们，喝倒彩，他们就会觉得丢面子。一旦正确理解了面子里所包含的意思，人们就会发现，面子这个词本身是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特性之锁的钥匙。值得一提的是，如何做到有面子，其技巧和造诣往往是西方人所望尘莫及的。西方人经常是忘记了其中的戏剧因素，而走进与事实无关的领域。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面子就像是南海岛的戒律，一种潜在的不可否认的力量。只是面子可以反复无常，不可简化为规则，并且只是按照公共的情理而取消或变更。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与西方人必须承认存在着差异，因为他们绝不可能用同样的眼光看待同样的事情。在调解各个村庄之间常有的无休止的争吵时，和事佬必须认真考虑面子的平衡，就像过去欧洲政治家考虑权力平衡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目的不在于执行公正的原则，而在于按照适当的比例对所有有关的面子进行分配。执行公正的原则对一个东方人来说，即使从道理上讲有这种愿望，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就是在诉讼的裁决中，按比例分配面子的事也常有发生，这使得相当大比例的裁决在所谓不分胜负的比赛中不了了之。在这里加一句，这就是中国词汇中的和稀泥所描述的场景。好，回到这本书，送人一份丰厚的礼物算是给面子，但是如果礼物是个人所送，受礼人应当只接受其中的一部分，通通拒绝是很少见的，或者根本不可能。一些渴望保住面子的势力很能说明问题，因错而受到指责是失面子，所以无论证据多么充分，也要为了保住面子予以否认。一个网球不见了，被一位苦力捡了去，即使有证据，他也会不客气地予以否认，然后走到丢失球的地方，找到了球，其实球就是从他的长袖里掉出来的，并且他还说，这是你丢的球。一位侍女把客人的铅笔刀藏在他主人的房里，后来他又在台布下把刀子找了出来，
并且还谎称是他找到的，这样面子保住了。一位仆人不小心丢失了主人的一样东西，他知道必须赔偿，或者被扣掉相当数目的工钱，于是他提出了辞职，并傲慢地说，用来赔偿那只银勺子的钱我不要了。这样面子没有受到损伤。一个人放了一笔债，他知道他已经不可能收回，于是他找到欠债人，给予严厉的威胁，以表明他知道该怎么做。虽然他没有收回债款，但他保住了面子，并以此来保证他将来不会再遇到此类事情。一位仆人失职或拒绝做某些分内的事，当他知道主人打算解雇他时，他会故意再度犯规，并自己提出辞职，以保住他的面子。宁死也要保住面子，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并没有多么大的吸引力。但我们听说中国的地方官享有一种特殊的恩惠，这就是被杀头时准许穿戴官袍，以保住他的面子。后续的部分是翻译者的评论部分。中国人总是在群居，或者现实生活环境也不断强调着群居这个事实。于是中国人从小到大要学会的技能就是如何通过撒谎来保全自己的隐私权，如何通过演戏保全自己的面子，和如何通过欺骗等等各种手段来获得自己的利益。你可以把这种技能称之为人际交往的能力，也就是一种通过戏剧的方式来生活的能力。这种戏剧最重要的部分，不是你内心真的如何如何，而是认清某个角色具体的剧本地位设定，然后与之配合，并按照一套行为法则进行下去。这套法则是常见的戏剧行为模式。这套社会游戏规则最核心的关键词是地位。你需要认清和你打交道的任何人的地位，好给权势者、尊贵者以应有的尊重。当然，心情不好的时候，也可以给那些微不足道的人物一顿颜色和脾气，不过那是细枝末节。最关键的是审时度势，保全自己，苟延欢笑，虚伪奉迎等等。这套技能并不是说欧美那边不需要，只是不像中国在历史上如此悠久地塑造着这个民族。这套礼仪其实和内心的礼貌修养完全没有关系，它是一套社会生存法则，现实到用不好就会在社会上遭大殃背大运。中国人个体的内心世界是通过读书而不是社交活动建立起来的，这一类人常常被称作读书人。在中国很多这样的读书人是太善于此道的人，而这一类人在中国古代社会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没有被淘汰掉，否则中国可能并不能发展出一种像样的文明来。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一种奇特的途径来使用着这些人才，因为这些人大多正直、勇敢、诚实，而且多智慧通达之人。中国古代社会常常出现诸侯多个地方势力混战的局面，而一方诸侯要想在这场混战中获胜和生存下来，就必须学会招纳和使用这些人才。这是很奇特的一种现象，那就是中国文明似乎由两个社会拼凑出来的。而我们在回顾中国历史时也会发现这个现象，那就是中国文明严格意义上分成两种文化，一种是制式文化，一种是乱世文化。科举制度近似弥补了这种制式文化和乱世文化之间的鸿沟，并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但那都是读书人的事，而至于面子和礼仪，永远都是中国底层民众苟活生存的不二法则。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保全面子这个专题，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